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最近到超市、量贩店，甚至菜市场，黄彤彤的一片香蕉，量非常多，而且价钱非常的经济实惠。香蕉正常你看到大家都是把它当早餐，或是午餐，或甚至下午茶这样子吃，直接吃，或者是冰冷冻当香蕉冰。那香蕉还能做什么样的料理呢？除了去铁板烧吃的煎香蕉，今天我要来分享我的私房香蕉料理，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，还有重点，阿公阿嬷也喜欢。那阿公阿嬷有时候都会想要吃一点点甜的东西，这个呢健康又好吃。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呢，我怎么设计？我是把香蕉、鸡蛋还有燕麦，就是燕麦片，3个就这么简单。那我的油我是用酪梨油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家里有习惯自己喜欢另外的植物油、橄榄油都可以。那如果比如说你想要香气更棒，你可以用奶油。来，那我现在来介绍这一道的做法，非常简单。现在介绍今天的主角香蕉。香蕉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品种，有红皮的，也有那种绿皮可以吃，蛋蕉啊，像我这个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叫屏东蕉。其实屏东蕉也是大家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，看你个人喜好，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口感？是要山蕉还是一般香蕉都可以。再来是燕麦，燕麦呢就是市面上嘛，就那几大品牌，就看你自己，你知道台湾的还是一些进口品牌，或是你自己习惯吃的品牌都可以。我现在第一个动作，我先把麦片放到大一点的碗里，因为我要泡它。那泡麦片的水记得一定要是滚沸的水。我先把热水装在这里面了哈。来，我这里是70克的燕麦片，好，然后配上200克的热水，倒进去之后，来拿一个盖上去，让它焖一下。那要焖多久？10到15分钟。再来处理香蕉。香蕉我今天3条，我会用1只香蕉打在这个燕麦糊里面，2只香蕉会切成片状。我先来把要跟这个燕麦混在一起的香蕉先处理起来。之前我听人家分享说，开香蕉从底部开，从这里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说这样子开香蕉比较不会浪费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对，来，那香蕉放进去之后，我就先折一小段一小段。好，我是套2层这种耐热袋，好，然后你看你是要用手压、刀子都可以，先把它压成泥状。然后因为毕竟它这个泥嘛，会粘你的袋子，用刀子稍微把它拨一拨。这里我会切一个切口，这个燕麦也可以了，挤进来。这个比较简单，我跟大家分享这方式呢，你不用再用调理机或者是均值机，最简单的方式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趁热赶快拌，像这样子，赶快把它拌一拌。好，像这样。哇，这味道非常香这个真的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古早味那个香蕉冰、那个香蕉油的味道，真的超像。尤其跟这个燕麦片又很搭。我的私房小做法会加一点点的盐在里面，这里大概是小匙那个盐1/4小匙。我加这个盐主要的目的是，因为燕麦片它本身带一点点的甜味，很低微，然后香蕉下去也有甜味，然后我用一点盐，我主要是要让它的甜味、甘甜味更明显而已。你绝对不用担心这个下去。让人吃起来甘甜，完全不会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搅拌一下就好。再来鸡蛋，我把蛋白跟蛋黄分开，蛋黄放到这个燕麦糊里面。我先把蛋黄跟燕麦糊拌一拌。这个蛋黄呢，等一下跟这个燕麦糊在一起，它更有这个粘稠感，然后香气也会更香，口感也会更绵密。好，那蛋黄下去的口感，它会让这个燕麦糊这个香蕉燕麦糊会口感再紧实一点。你加越多，它的口感会再更紧实。当然，它到一个程度就会变，它就定型，就是这样子的口感所以我建议也不要加太多。好，搅拌均匀，这样子就好了。
因为等一下这个蛋白我要打成蛋白霜，要一气呵成，所以我先把香蕉切起来。好，因为等一下你这个如果没有马上弄，你再切香蕉，它会消泡，就不好吃了。香蕉就大概切厚度差不多在1公分或1.5公分左右的片状就好。这里难免你的香蕉一定会氧化，稍微颜色变一下，这很正常。来，再来，我来打蛋白霜。其实蛋白霜在打没有困难，我跟大家讲诀窍，下面你给它出一条干净的抹布，这样缓冲力比较好打。它45度，手这样子手腕拿着反打，有些人会这样打，都可以看你，有的人手势不一样，你就很自然。从这边动带到这里，这样子，然后保持均速，保持均速是诀窍，千万不要忽快忽慢，你这样的手很快就累了。然后你底部有压抹布是一个重点，因为你这样子打蛋器是硬的，盆子也是硬的，下面你的抹布是软的，这样子就有点像防震效果。你在打的时候，你的手会比较舒服，这是我的经验啦，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记得哦，还有一个重点，你在打蛋白霜，你不可以，我现在这个方向，然后马上再不行，这样你的蛋白霜会消泡，非常重要。同一个方向，比如说你要逆时针或顺时针都可以。大家看到，我现在1分钟，对我来讲已经50%了，好，1分钟而已。当然，如果你家里有电动的这个打蛋器、搅拌机，那当然是最方便的。还有，我跟大家讲，打蛋白霜还有另外一个诀窍，就是你的蛋拿出来稍微退冰一下，会更好打。打到什么程度？大家看一下，打到我拿起来，哦，它会稍微QQ 的感觉，不会滴下来，像这样子。记得哦，要一气呵成，非常重要。好，再来呢，来，你先倒一点点这个糊下来这里，大概拿个1/4的量过来，来一样顺时钟，慢慢的打，像这样子。好了，打完对不对？再倒下来，放进来之后，一样，记得刚刚的方向，顺时针拌到像这样，非常漂亮的面糊。搅拌好之后呢，有一个动作很重要，稍微敲一下，让它泡泡不见。来，我现在这里有2个容器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如果家里有像这种专门在烤一些意大利千层面啊、焗烤饭专用的这种比较厚一点的陶瓷的烤盘，或者是去五金行买这种烤肉在用的铝箔盒也可以。我们就先倒一些下来，倒一半，那我这另外一半我就倒来这个烤盘这里。像这里就自由发挥，我先放一点腰果下来，看个人如果你喜欢腰果的朋友，你就可以跟我一样。撒一点腰果下来，再来重点香蕉，把它铺满。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呢，就加一点点的盐，虽然香蕉甜度够，只是我个人我的甜味会再重一点点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甜度低一点的低糖，就不要加糖。那想要味道稍微甜一点的朋友，你可以学我一样，加一点点的2砂糖在上面。我这每一个的量大概都在1/2小匙而已哦，不多。好啦，再来放到烤盘上，这么的简单。我们入烤盘下去烘烤。来，烤箱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上下火各190度。我们先烤12分钟，12分钟后拿出来看一下，掉个头，再2至3分钟。来，我的香蕉燕麦饼烤好咯。为什么我会把它取名叫饼？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个会不会是蛋糕啊？还是说派啊？蛋糕也不是，我们又没面粉。派我们又没有做饼皮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口感比较像在吃那种舒芙蕾用煎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这也是我私房的这个比较偏养生一点的这个点心。它烤好之后，它表面稍微它不是酥，它就有点像蛋糕的感觉。但是从香蕉这个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里面呢？我们弄的是燕麦，然后蛋白，还有一点点蛋黄。这不知道真的跟蛋糕很像，但是它的口感跟蛋糕完全不一样。吃的时候不够甜，或者你想要加点蜂蜜或一些巧克力酱都可以，可可粉也 OK。吃看看，
哦，真的好香，而且不用担心，我们里面是燕麦，不是面粉，所以在热量上大家比较好掌控。哇，它这个啊很松软，我用手压给大家看，它这个松软程度哈，很像在吃什么来形容一下，很像在吃那种花桂，但花桂是 Q 的，它是绵的，还有你要配着这个香蕉，虽然香蕉因为遇到空气烤过氧化，但是这一个点心真的我非常推荐，喝酱够养生。这道点心推荐给你。